你有看过韩国综艺节目吗？现在不管是打开电视、YouTube， 或者是在各大串流平台上面，都看得到韩国综艺节目的踪迹。但你知道韩综是怎么崛起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韩国综艺节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从2000年开始，韩国逐渐的向全世界展现他们强悍的文化实力，不止音乐跟戏剧强势的席卷全球。最近10年，韩国综艺节目也越来越流行。除了像是 Running Man 这种真人秀之外，韩国的选秀实境节目在全世界的讨论度也是越来越高。比如 Produce 101，或者是单身级地狱、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到近期的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全球都有很多的忠实观众会准时收看。那在韩国综艺节目越来越夯的情况之下，有不少人还会拿台湾的综艺节目来比较，只是说相比之下，台综真的是输惨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来讨论看看韩国综艺节目是怎么样崛起的，为什么会这么强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这几年 ESG 成为了显学哦，投资人也都非常的看重企业的 ESG 表现。那如果你是公司老板或是管理阶层，正在为 ESG 烦恼的话呢，不用担心，有免费见解来了。经济部现在提供企业 ESG 自评表，这是一份专为中小企业设计的问卷，只要花5分钟填写，就可以知道公司目前 ESG 的状况。举例来说呢，你可以了解企业要怎么样扣合政策，逐步的迈向净零，未来也有更多的机会串接 ESG 跟绿能相关的融资补助计划。另外透过问卷，你更可以快速的跟上国际的热门议题，了解趋势，掌握商机。欢迎点击资讯栏的网址，马上填写问卷，也可以透过网站了解更多的相关资讯哦。说到韩国综艺，知名的节目非常的多，像2000年呢到2010年代的这个无限挑战、Running Man、2天1夜等真人秀节目都是经典的韩综代表之一。那韩综的表现到底有多好呢？以 Running Man 为例啊，它在韩国每集的平均收视率都在 10% 以上，最高曾经达到 21%， 而且这个高人气也不只出现在韩国。例如2014年的8月 ，Running Man 受到台湾观光局的邀请，专程来台湾拍摄游乐园特辑。拍摄团队抵台之后，吸引了将近3000名的粉丝接机。后来特辑在韩国播出之后，还带动了南韩游客来台的旅游意愿。根据观光局的统计，2013到2015年之间，南韩来台的游客成长近 87%， 成为了各国来台客源之冠。另外，根据韩国日报的专栏作家表示，Netflix 在全球有 2.31 亿个订阅者，其中呢有超过 60% 的人都至少看过1次韩国影视内容。虽然这些内容其实也包含了韩剧或是电影。但像是 Netflix 最近推出的实境秀《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或是2022年的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都曾经登上全球非英语的电视节目的收视冠军。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也会买下韩国原创综艺节目的版权。比如神秘音乐秀《蒙面歌王》在全世界呢，就至少已经推出过57个不同的版本。或是 Running Man 呢，卖给了中国浙江卫视，让他们制播成了中国版本的《奔跑吧兄弟》，而这每一集的授权费呢，也高达了100万美元。光是卖给浙江卫视4季的授权呢 ，Running Man 就获利将近17亿台币。所以韩综到底是怎么样崛起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来聊聊它的发迹过程。在1960年代电视开始普及的时候，韩国就已经有综艺节目。他们早期的形式呢，主要是以音乐还有游戏节目为主，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歌唱比赛或者是简单的游戏节目。而1991年，韩国 SBS 电视台成立，再加上原先的这个 KBS 还有 MBC 电视台，正式确立了3台鼎立的局面。而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各台也陆续的推出比较创新的综艺节目。从2000年之后，韩国引进欧美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形式，虽然当时呢也是以谈话或是游戏环节为大宗，但拍摄场地也逐渐的从棚内移转到了棚外。而这样子的改变，也为后续的韩国游戏竞技类型的真人秀节目打下了基础。那这主要的差别是在于拍摄的空间更大，能玩的游戏节目的效果都会不一样。在棚内原本只需要1到2个主持人，到了棚外呢，也慢慢变成一团主持群。节目看点也更加的集中在跟明星的互动上。而大概是在相近的时期这个 K-pop 音乐和韩剧快速的席卷全球，不少的韩国综艺节目也开始邀请当红的偶像参与拍摄，连带的拉起了韩综的热度。再加上2015年，像是 Netflix 等等的串流平台开始积极的跟韩国制作公司合作或是投资节目，更加速了韩国综艺节目在国际之间的传播。
例如恋爱实境节目《单身即地狱》就是首个进入 Netflix 全球前10大榜单的韩国综艺节目，成为了韩综成功进军国际的案例之一。而在了解了韩综兴起的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聊聊韩综到底强在哪。韩国综艺节目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全球的观众，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借由明星增加节目的可看度。韩国综艺节目经常邀请到当红的艺人呢来上节目，像是韩团的成员或是韩剧的演员都可能是座上宾。而且除了一般的谈话主题有的节目呢也会让偶像们玩游戏互动。那除了粉丝看得开心，节目同时也可以跟着吸引并且累积不同偶像的粉丝，拓展更多的观众群。而再来生活化的题材也是关键之一。拿石金秀举例像是亲子育儿节目，像金子般的孩子，就真实的呈现出不同家庭在育儿方面的难处。节目上面呢还会邀请到育儿专家给予建议，协助解决亲子问题。那这种生活化的题材，除了贴近了一般观众的生活，也点出了观众日常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以给予同理的方式，成功制造出共鸣感。而这种真实感呢，就可能引发观众投射自己的生活，更加投入在节目上。那其他像是换乘恋爱这种恋爱实境秀，除了主打真实呈现的这个参与者的反应跟互动之外，节目还会随着来宾错综复杂的感情线发展。有观众分享，看节目时呢，就好像在看自己的人生，而这类的代入感呢，也是吸引不少观众忍不住继续看下去的原因之一。而除了上面的这2点韩综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很善于利用拍摄跟剪辑技术，提升观众的观影体验。为了增加观众跟节目之间的连接，大部分的韩国综艺节目在拍摄安排跟后制的手法上都下足了重本。以 Running Man 这种棚外拍摄为主的真人秀为例，节目制作组为了完整的捕捉主持人还有来宾的细微动作跟表情，几乎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摄影机全程的跟拍。根据统计Running Man 每集呢平均会出动近30台的摄影机，最高纪录达到80台。而这种观察摄影机的拍摄方式呢，让真人秀节目变得像是一个高娱乐性的纪录片，提升了观众的观影体验。那有了大量的跟拍素材之后，节目会再透过后置剪辑，以快节奏的方式轮流的切换明星的画面，让观众随着不同的人物视角沉浸在节目的内容当中。另外，画面呢还会搭配像是配乐音效跟活泼的字卡设计，以说明或是评论等等的呈现方式，加强节目的效果，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和互动感，增强观看的体验。不过话说回来，刚刚我们说到的节目来宾、企划设计、拍摄执行等等，这些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花很多钱。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韩综节目能够吸引人的原因，就是他们非常肯花钱。可能到有些人呢，可能对于制作费的概念比较模糊我们先提供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台湾案例来当做基准。根据报道呢，台湾综艺节目的制作费平均一集大概会落在96万台币左右。那如果像是全明星运动会这类的实境节目，预算就会比较高，每集可能会超过200万。那近年来呢，韩国综艺节目的制作费每集平均已经来到了将近400万台币。那如果是串流平台制作这个韩综每集制作成本呢，甚至还会来到495万到742万台币之间。那有了庞大的制作费韩综也就更有空间去发挥，打造出相对丰富的节目环节。例如当年 Running Man 节目组来台湾出外景，其实就只是为了拍摄游戏的惩罚环节。他们也曾经大手笔的包下整栋百货公司，让明星们在里面玩游戏。那除了电视台跟串流平台愿意投资韩国政府的支持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不过韩国政府的做法就比较不是直接补助，而是靠着减税。根据影视内容制作成本税额抵减政策只要是有符合规定的制作公司能够在时限内完成影视内容的制作，就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请减税。能够抵扣的金额呢，大概是制作成本的 5% 到 15% 不等。这对于制作公司来说，他们就相对的有机会透过这样子的协助，降低投资风险，减少收视率不佳所带来的财务压力。那些人认为这样子的方式呢，可能有机会鼓励更多人投资更多钱到影视制作产业，而且在竞争激烈的状态之下，整个产业也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不过，虽然韩国综艺节目在强势的发展当中，但有些人觉得未来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挑战。韩国综艺节目可能会遇到挑战，可以分成是内部以及外部因素。首先，有韩国网友就抱怨近几年某些韩综的节目内容重复性变高，开始无聊，像是有节目在设计这个游戏关卡时，规则跟之前大同小异。那节目的创意在没有明显突破的情况之下，有些观众就会开始退追节目。
还有另外一个隐忧是，有不少的韩国综艺节目是靠着偶像出镜来吸引观众。那如果这个参与的明星人气下降，甚至退出节目，就可能会连带的影响到节目的收视率。因此，有些人认为这种长期依赖明星发展策略可能会是韩综未来的另外一个挑战。不过近几年来呢，韩综其实也开始出现不同的节目形式，像以素人为主的这个实境秀就突破了明星带流浪的设定，像是这个恋爱实境秀换成恋爱、体育竞技的实境秀、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等等都有不错的收视成绩。同时剧中某些素人也因为节目爆红显示出节目在脱离明星光环之后，还是有机会创造出热度跟话题度的。而再来，韩综的外部挑战可能跟 Netflix 有关。最近几年 Netflix 开始大手笔的投资和发展原创的韩综内容，成功的把多部的韩国综艺节目推向了国际。举例来说，像是 Boston 明星来解谜真人实境秀呢，第一季共10集，总制作成本达到了1.2亿台币。相较于电视台平均每集约300多万的台币呢，它的制作规模高出了很多。那就有人觉得这种砸重金制作出来的节目内容的精致度或是节目规模都慢慢养大了观众们的胃口。那如果未来 Netflix 改变了方向，减少对于韩综投资，可能就会导致部分韩综难以维持过往的高标准制作模式，或是因为失去金源，无法再继续制作出更创新的节目等等。另外也有报道以韩剧为例提到像 Netflix 这样大手笔的狂撒钱，已经对于韩剧圈造成了影响。例如很多的导演、工作人员甚至是演员都被 Netflix 高薪的挖角走，造成了部分韩国本地公司的制作资源紧绷，难以竞争，更出现了作品数量下滑的迹象。那虽然报道当中只有提到韩剧圈的状况，但有人已经开始担心，逐渐备受 Netflix 重视的韩国综艺节目会不会也出现相同的情况，在 Netflix 强势投资的状况之下，导致韩国本土制作的韩综越来越少。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呢，回想起自己看韩国综艺节目的经验，觉得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可能是很会营造融入感。虽然说基于空间的限制观众不太容易真的直接参与节目内容，但种种节目设计上面的小巧思，让观众能够更贴近参赛者的心境还有感受、情绪跟起伏，不知不觉之间呢，就会一集接着一集看下去，并期待下一次的更新。那我们在做这集的时候，有看到很多为何韩综可以，但台湾节目就不行的讨论，有很多报道或讨论都点出制作费就是关键。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其实蛮同意钱够不够多，设定的市场或是受众够不够大，真的都很重要。不过依照我们自己制作节目的经验，我们觉得做节目最难的地方，除了要有钱要在题材创意面上面不断的创新之外，执行力其实也是一个引领成败的关键。尤其是越大型的节目计划，执行的难度可能越是超越想象。有些 idea 就算能够想到，但如果无法顺利的执行出来，那最后观众还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成果。而这种大型制作的执行除了钱，有没有具备经验的团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制作节目的这个部分我们还很嫩，这个问题的脉络呢也真的是很复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再邀请专家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台湾综艺节目的相关议题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看了今天的影片，你最喜欢看哪种类型的综艺节目呢？ A. 体育竞技类想要看参赛者们努力的争输赢的过程。 B. 恋爱实境类，想要透过节目观察爱情当中的酸甜苦辣。 C. 闯关游戏类看明星们互动破关的过程真的很有趣。 D. 我都没有兴趣比较喜欢看剧。一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韩综为何这么强。此外呢，可以这个地方看看韩国偶像 Girl Crush 的现象，以及韩国偶像有多么的辛苦。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